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啊，请大家都克服一下。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哦，方厅长，今天立了个性骚扰的案子，女秘书起诉男老板。你先把那个案子拿给我，尽快看一下。另外，把最近这一类的案子都送到我那儿去，我向院里汇报一下。好。散会。哎，圆圆，方庭长他要汇报什么呀？李芳宁的案子闹大了，上级法院都来电话关心，这个节骨眼又来一桩性骚扰，这就比较敏感了，说不定对方也是受了李芳宁案的启发。这是好事儿啊，说明大家都开始重视人格权了。这对法官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这种新型案件非常考验承办法官的能力，要是办不好又要被骂。哎，不知道落谁头上，同情。华福木业的劳动纠纷案，之前是你办的吧？嗯，对。但后来当事人撤诉要另诉。你看这个，女方现在控告她的上司，也是她的老板性骚扰。这个案件是你的师傅方厅长亲自送过来的，现在归你。这李芳宁案件现在是一个什么态势？你心里有数吧？全厅长，我就喜欢迎难而上，刺激。刺激可以，但是必须给我平安找路。你为了把我挖过来，不惜得罪我师傅，这不就是看中我的能力吗？哎，你小子，说你胖你还喘了啊？我告诉你啊，小子，你这个案件社会面影响比较大，给我提起精神来，不许有任何的纰漏，明白吗？明白。一会儿不要乱说话。周法官，你好，走。你们的案子呢，和劳动纠纷有关联。我了解了情况，庭里就把案子分给了我。今天约你们来，就是想看看能不能调解。如果能调的话，对大家都很好。我当事人态度很坚决，不调解。周法官，您就尽快开庭吧。徐律师，如果真的开庭的话，你们就要提供充分的证据了。这是微信聊天记录，一式两份。通过这些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被告在我当事人刚入职的时候就对他的衣着打扮提出过过分的要求。另外，被告对我的当事人进行多次骚扰不成之后，利用自己的上级身份对我的当事人进行过口头威胁。虽然话语比较隐晦，但是我相信周法官您是有经验的，能判断出这些话的语境。总之，我认为这些聊天记录足以证明被告对我的当事人有骚扰行为。有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我先走了。哎，徐律师，我想问一下，这样真的能告到他们吗？虽然这些微信聊天记录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是法官呢会考虑到你跟他的身份地位以及年龄差距，一定会更倾向于你。别紧张，放轻松点儿，等法院消息。这福祥呀也太嚣张了，骚扰不成居然还敢文字威胁啊！哎，他法务没告诉他，现在这聊天记录也能作为证据了吗？周法官，对了，薇薇，如果你是大企业的老总，对自己的秘书起了贼心，你会怎么做？我会让自己别有贼心。他是有贼心没贼胆儿。那你别吓唬他了。我的意思是呢，作为一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人，他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他就不怕对方截图，
不给自己留点余地？哎，成功人士这种群体啊，那普遍都有种世界围绕自己转的感觉，感觉一上来什么都忘了。我觉得不太对。哪儿不对啊？这聊天记录吗？这聊天记录太能说明问题了，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喂喂，这个福祥还没有约到吗？我想听听他的说法。没有，他秘书一直跟我说他没空，让我们找他的代理律师。这么下去也不行啊！他不来的话，那我们就去找他呗。你赶紧把外出调查工作准备一下。好。法院呢一直约您见面，不过按照您之前的吩咐，我都给处理了。但是对方手里似乎有对您不利的证据。福总，福总，我是这个案子的承办法官，新城区人民法院民意庭周一安。这个呢是我的工作证件，之前和董秘书也见过。周法官，等一下，我们福总今天有急事儿，咱们改天好吗？福总，我只是想简单的了解一下情况，不会占用您很长时间的。该说的那天我都跟您说了，福总既然没什么跟您说的，让我们赶时间，好吗？谢谢啊。哎，福总，我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您的前任秘书控诉你对他有职业性骚扰的行为，属实吗？他在撒谎。那你为什么突然开除他呢？福总，我是法官，你有什么事可以和我直接说，我会尽最大的限度保证你个人的隐私。还是你说吧。默默和福总之间确实存在着性骚扰的问题，只不过被骚扰的不是默默，而是福总。默默送福总回去的那晚，其实之前他一直在用微信跟我交流工作上的事情。他是无意间得知福总喝醉了，他却主动出现在了饭店的门口。他说是你们把他叫过去。他当然这么说了。到了福总家楼下以后，司机还主动说由他来送福总上楼，但是默默却用各种理由阻碍司机的跟随。他不就是想趁福总意识不清醒的时候？你去把这东西拿来。好。福总，我有个问题啊。你问。莫小姐那天晚上送你回家，你家人都不在吗？我平时工作特别忙，家离得远，为了方便工作，我就在市里住。周末了才回家。那如果真的是默默骚扰了你，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本来我以为只有女孩遇到这种事儿，才不敢跟别人说。没想到，男人遇到这种事儿，更不敢开口。被一个比我小20几岁的女人骚扰，我能跟谁说？我怎么说？我说了谁会信？他们只会觉得我不像个男人。周法官，这是杀当晚我小区的监控录像，我一直备着，以防万一。没想到今天用上。好，我们会把事情弄清楚的。周法官，我还有个请求，一旦对簿公堂的话，我申请不公开审理。好，我明白。
你们什么感觉啊？这叫证据？他想说明什么呀？或许福祥是想告诉我们，他并没有对默默有过不轨的举动。那这不得搞笑呢吗？单从画面上来看，只能说明默默是个尽责的下属。这录像没有声音。没有。哎，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福祥是领导，又是个男的，还比默默大20多岁。默默骚扰他，这合常理吗？或许是为了升职呢。哎，咱们又不是没看过卷宗，哎，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默默可是每年都是优秀员工。假设他是那种想要走捷径的人，那你说他为何这么拼？可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我觉得他真是那种开不了口的感觉。如果这也是表演，那演得也太好了。而且他为什么要编这种离谱的谎话呀？他就是咬定了这画面没声音，方便看图说话。还有啊，这福祥要是有证据，他干嘛不早拿出来呀？哎，之前不肯见你们呀，没准就是在跟他们团队商量着如何洗白自己，好倒打一耙。反正如果现在开庭的话，以现有的证据，福祥真的说不清楚。苏苏，这个案子你排题吗？小马，瘦了啊！哎，这里。做朋友。那你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2年以前。2年以前。小树法官，忙着呢。哦，是狄律师啊，好久不见啊。当事人在这儿，咱们回头聊啊。这小子，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从法助干到法官的，老熟人了。过去见了面就叫我大哥，哟，现在当法官了，我跟他说以后可不能这么叫了，不合适的，是吧？哎，周燕，刚刚给你打招呼那人你认识吗？哦，你说那个律师啊？你朋友？没有，以前在立案庭打过一些交道。这怎么了？他刚才跟当事人说和你很熟。嗨，这又开始蒙人了呗。故意暗示自己在法院有人有路子。哎，这么跟你说吧，连方庭长的电话号码都有人卖，价格还不低呢。要电话号码干嘛呀？某些心术不正的人拿来欺骗无知的老百姓，说他认识庭长，好有面子呀。怎么还有这种操作？嘿，这你就不懂了。方庭常跟我们说，做法官要慎言、慎行、慎微、慎独，小心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这种人怎么配当律师啊？害群之马哪里都有嘛，这还是极少数的。我跟你说啊，做法官只要严格的遵守纪律，就不会出错。谢谢。这个案子呢，你们现在双方都确定不同意调解，要开庭审理。院里呢，社会上都很关注，也有很多媒体啊在报道。所以我们呢组成了跨庭合议庭，由我担任审判长。今天呢就先跟你们确认一下，你们双方是否同意公开审理？同意。我要让所有人看到他丑恶的嘴脸。不是，我们也同意，公开好，反正我们什么也没做，怕啥呀？当事人同意吗？同意。好，既然你们都同意啊，那么咱们就双方交换一下证据。媳妇儿，我这不是同事开玩笑吗？都看过了，
既然双方对证据没有什么疑问，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方法官，我们要新增证人。什么证人？倪亮，我当事人和李芳宁的直属上司。好，那就走程序吧。喂，你好，我能和你聊聊吗？李芳宁。抱歉啊，这个案子现在已经进入庭审的阶段了，我就不能参与了，而且我没有纪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没有人愿意帮我，我妈也已经不理我了。你能不能教教我，我该怎么办？就算对方请了律师，你也不要太紧张，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就行了。倪亮一来，就不好说了。他为什么会同意出庭作证呢？肯定是公司的指示。公司现在急于在客户面前挽回形象。肯定会把所有问题归结到我自身行事作风方面。你不要太担心。不管你的行事作风是什么样的，都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对你进行性骚扰。可别人会怎么看我？我并不是那样的人，为什么要忍受他的污蔑？他上了庭，法庭就任由他胡说八道吗？谢谢。你能找到愿意为你出庭作证的人吗？我试过，可他们怕站出来会丢了工作。李芳宁，你别怕，你一定会找到办法。别放弃。不好意思啊，我下午上班的时间到了，我必须得走了。谢谢你。没事儿。服务员买单。我来吧，这你就别跟我抢了。一会儿把点心吃了，心情能好点。你好，刚有位先生已经替你们买过了。谁啊？那位先生说，如果方便的话，看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他想和你成为朋友。不方便。真莫名其妙的。今天啊，我就带各位宝宝们一起去见见你们最近特别想见到的那个人——李芳宁。哎，大爷，您知道李芳宁是谁呀？不知道。哎，走。没事。今天晶晶哥啊，就带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一起解开一场世纪之谜。李芳宁，谢谢。小姐姐，你别走啊！哎，别走啊！哎，小姐姐，回来了，小姐姐。来，小姐姐，我没骗你们吧？真的是李芳宁，真的是李芳宁。你看，你们想干嘛？谁让你们来的？给我们一个交代，给我们粉丝一个交代，对不对呀？对。我凭什么给你们交代？你们没有权利质问我，更没有权利这样拍我。哎，别走啊！别走啊！对不起，不好意思。
我被别人性骚扰，结果大家对我的经历更好奇。有人说是我想干掉男同事好借机上位，有人说是我自身不检点，所以才给男人有可乘之机。还有大把的人都说我们女销售是出卖色相做业绩，没有一个好东西。你们说什么我管不了，但今天请让我说一句，我站出来告那些骚扰我的人，是因为我忍了很久，我受不了了，我不想再忍了。我的女同事们，你们呢？我的这些经历，你们都遭受过。我们曾经互相吐槽，假装自己不在意。我们沉默、忍受，可没能等到别人的尊重。那些欺负我们的人反而越来越无所顾忌、肆无忌惮。姐妹们，我希望你们站出来，为我作证，不是为我，是为你们自己。门口站着呢。狄律师来了，你看了吗？这个，这不正看着呢吗？那你快是想想办法呀！你说网上现在全是骂我老公的，弄得他现在跟真干什么事儿了一样。别着急，我能不着急吗？再这样下去，法院非得判我输。稳住！我搞舆论那会儿还没互联网呢。再说了，那女的也不知道水深水浅，等着看好戏吧！啊，快坐，快坐。我就觉得你们北方人啊，过什么节都要吃饺子，我们南方啊就爱吃汤圆儿。哎，我家里冰箱有很多汤圆儿，我过去给你拿一点过来啊。哟。哎呀嘿，正说着你呢，你就来了。来来来。哎不，妈，你才业绩奖干嘛？我还能干嘛呀？把汤圆拿过来，有好吃的一会儿。这什么好吃的？哎呦。小叶，这个是木糖醇的，不会发胖。啊，太客气了。行，那我留着当宵夜吃。放冰箱里的。啊。嗯。这都有饺子了，还煮什么汤圆啊？不能白吃人家。怎么样，好吃吧？不错。妈，这以后咱们就点这家外卖啊。外卖。妈，你就别装了，你是不是跟小叶同学说这饺子是你做的呀？我跟你说实话，我妈呢是不会做饭的啊。我爸走了之后，我俩就在这天天吃食堂，别说是这饺子，连高筋低筋面都分不清，对吧？哎，包括你儿子我也是。是我包的，那就非得是外卖啊？不然嘞，难不成是叶欣做的呀？对了。
跟你说，他可厉害了，这饺子皮儿和馅儿全是他一个人弄的。你还会做饭呢？我看起来这么不像会做饭的人吗？这个说实话确实有点不太像。我觉得吧，你要是有这个时间，肯定也都是在背法条吧。来点蒜。认真工作的女人就不会做饭，你这个是刻板印象。哎，有意思啊！我有个想法啊。你说吧，一个老太太和一个职场精英，两人坐在一起吃饺子，这个场面嘛，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饺子肯定是老太太做的，对吧？你说的没有错。每个人呢，基于自己的现实经验来先入为主的去判断某件事，可经验，并不代表一定就是对的。哎呀，怎么又聊工作呀？你到底想说什么？我突然就有一个想法，突然想起来了。哎，你们俩给我一些意见啊。是这么回事啊。那你们觉得这个男老板有没有骚扰女下属的可能？那肯定的呀，那难道还是女下属去骚扰男老板呢？你的意思是，刻板印象？没错。男老板和一个女下属亲密同行，大部分人都会觉得男老板行为不端，骚扰了女下属，对吧？当然呀，那难道还是小姑娘去勾引那么大年纪的男人呢？不可能。妈，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我们不应该先入为主的去判断。性骚扰案呢，大部分都是男性骚扰女性，但确实也有存在相反的情况。这我真不懂。我跟你说，我现在年轻人我真看不懂。哎呀，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妈，那我懂了啊。哎，谢谢2位女性宝贵的意见，打个电话。哎，苏苏，默默那个案子还是先别排庭了。魏魏，这福祥那边怎么说嘞？他提供了一些证人证词，但是都是他的员工啊、司机什么的，原告也不认呀。钟法官，法条姐出事儿了。叶欣，她又怎么了？她私底下和当事人见面，被人抛到网上去了。现在机关纪委要展开谈话呢。啊？你怎么能私下跟李芳宁见面呢？纪律你不知道吗？李芳宁已经不是我的当事人了，那个案子也不是我在负责了。你不要跟我辩论。你看看网上现在怎么说的，都说我们法院在偏袒李芳宁。那是对方在故意造势，就是想给法院压力，让我们判李芳宁输。方庭长，我没有做任何亏心事，我什么都不怕。我们不能再退后一步了，这样就中了他们的计。现在是你已经中了他们的计了，明白不？那天我……你什么你呀？慎独、慎微、慎言、慎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呢？这是一个做法官应该具备的基本修养。你做不到就不应该到法院来工作。你不要说了，我们一会儿去机关纪委老钟那儿，我来说，你不要说话，不要反驳，明白了不？可是没有可是，按我说的做，行不行？求求你了，走。哎呦，方庭长来了，这个带小叶来说明一下情况。好，来坐。王庭长，来的正好啊，我们啊正好在研究这事儿，这个有劳您亲自跑一趟啊。哎呀，这不应该的嘛。这个事儿啊，刚刚我已经批评教育过小叶了，啊，小叶同志毕竟刚刚来咱这个基层啊几个月，啊，对咱们基层工作的经验还是很缺乏，尤其缺乏这个风险意识。当然了，我作为他的领导，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我也有责任。王庭长，这个哪怕是第一天到法院来，也应该知道法院的规章制度，是不是啊？是，这些他也知道，是吧？可是实事求是讲啊，这个李芳宁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当事人了，那不是他的当事人去见个面，严格来讲也不算违规，是不是？啊，不过话说回来，就是以前的当事人去见面，这也是不好的，这一点呢，我们以后一定注意。
每次你庭上的人一出事啊，你就来护犊子，你让我们以后的工作很难开展啊。我这实事求是嘛。你看，这举报信都来了，现在问题是啊，有人举报，我们就得处理，而且啊，这个网络舆情起来了，都在看院里这个怎么处理，你说怎么办？是，这个现在网络舆情，这个外界的压力啊，我理解，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冤枉了我们自己人不？而且老周，小叶同志，这真的是主动自己要求从最高院到咱们这儿来锻炼，从过往的言行看，工作能力、责任心这都是很强的呀，大是大非也绝对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而且去见这个当事人，那也真的是带着为人民服务的心去的。方法上虽然有些错误，但这个初心是好的嘛。所以老钟，我的意见呢，批评教育是应该的，但是也不能让这些年轻同志寒了心嘛。方厅长，您啊也别老在我这儿念散文了，您的意思啊，我明白，但是这事儿啊，还是需要向院里汇报一下，讨论以后啊怎么做决定。举报我的那个人，是不是一个叫迪伦的律师？他是不是还说我收了对方的好处？你收了吗？那不可能啊！小叶怎么可能收别人的好处呢？哎，我问叶欣呢？我没有。你确定？我当然没有。那好，那我问你，你的咖啡谁买的单？不好意思。哎，等等，帮我把他的单退了，我自己结账，再给我一张发票，谢谢啊。好的。哎，等一下，谢谢你啊。应该的，拜拜。走吧。你为什么要这样？方小人，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这是当天的发票，这是 U 盘。U 盘里面是当天在咖啡厅的监控视频，我和李芳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视频里面清清楚楚。3个规定，我也主动去申报了。你看，老钟，咱们小叶同志还是非常有警惕性的，但我还是要说你，以后这种情况还是要慎重，是吧？你不能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找到借题发挥的机会，是吧？好了，这个老钟，我啊，代表我们立院厅党支部，向咱们院党组、咱们机关纪委表个态。第一，回去我们就开展组织生活会，就叶欣同志犯的这个错误，我们进行全庭讨论，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下不为例，引以为戒。第二，对年轻同志进行教育活动，由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带着年轻同志多街访多交流，学习跟当事人打交道的经验，从工作当中学习经验。好了，方厅长啊，这些材料我们再研究一下。至于你们说的那些问题啊，给我们时间，我们去核实一下。等我们核实清楚以后，再做决定，好吧？好，没问题。辛苦老钟啊！辛苦啊！行。你刚才怎么不跟我说你有那 U 盘和发票呢？是你一直不让我说话的。方婷，刚刚谢谢您为我说话。什么叫为你说话？这都是为了工作。骂你没往心里去吧？我又不傻，你明着骂我，暗里在保我呢。你明白就好啊，以后多长点心，别再干这种傻事了，好不好？记住了。方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您在我面前把周玉安狠狠骂了一顿，都把他骂懵了。我知道，您骂他是骂给我听的，其实呢，您也在保护他。今天，我也体会到这种感受了，很温暖。温暖？我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感受。哎呦，那以后可别慢慢喜欢上这种感受了。想挨骂，我随时可以安排啊。可以啊，
只要骂的有水平，我不介意。你少来吧，你以为我愿意骂人啊？骂人很伤神的。以后再碰到这种事儿，就让王姐招呼你。我跟你说，她骂起人来，那可是2个小时都不用喝水的啊！快去干活吧。哎。小叶这孩子自我保护意识还挺强，不错。啊，对了，这是你们庭里的事儿，你自己处理就可以了。跑我这儿来干嘛？算是汇报？这小叶，他身份不是特殊吗？特殊？不特殊吗？怎么特殊了？这个小叶，他这背景根基都很深吧？您不用说话，您就点头或者摇头就行。你放心，我既不会点头，也不会摇头。那我就明白了。那我问你，就因为小叶身份特殊，你才袒护他？对啊。那我肯定得对他释放善意嘛。这万一人哪天要回了北京，回到最高法，心情一好啊，跟上面说一句，这个方远同志不错啊，聪明懂事儿，说不定一句话我就奔中院了。别跟我来这个，啊，你小子是什么人，我还不了解吗？小叶他身份特殊，对你会有影响，你应该防他一手才对啊，可你没有，为什么？你看，要不说还是我师傅最懂我。哎呀，这个事儿呢，我就想来想去，我还是得来跟您汇报一下。这件事儿呢，小叶确实没做错。那我现在作为他的领导，我肯定得为他澄清嘛。这跟他从哪儿来，他是谁，这有什么关系呢？对嘛，你应该有这个格局。所以你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也应该从这个格局的高度来看，对吗？小叶他身份特殊也好，普通也罢，对你有影响吗？啊？没什么影响吧？你不是每天照样应该做你该做的事情，担你该担的责任，对吗？但行好事，无求前程。该你的，撵也撵不走；不该你的，你想要也要不来。师傅这话说得够明白了吧？明白，明白。还有什么要问的？没什么要问的了。那就请吧。不耽误你们工作。行了，跟我这儿装傻充愣的。哼。明天上午10点吧。陈法官。对，上午10点钟的时候，你让他来苏府大厅。好。那就明天见。有事儿啊？哦，那个投诉的事儿，白天老周找你谈话了。他怎么说？说还要开会讨论。那个，你也别担心啊，处分的事情可大可小。再说了，我师傅也会替你交心啊。我没有担心啊。你知不知道这个时间点碰到处分的事儿，可能会影响你入额？知不知道的，也只能等着发落了。要不给你爸打个电话呗？你什么意思啊？我爸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这不找你爸不也挺好的吗？那个，我先走啊。哎，你给我站住！哎，你误会我了。从小到大做任何事情，我只靠我自己。小叶同学，你至于吗？至于这么较真吗？
哎，妈。哟，怎么了？一心让我还给你，他说你腰好了，他不搭你的顺风车了。哦，好，那个我知道了，妈啊。吵架啦？妈，以后你别开这种玩笑了。我没跟你开玩笑。妈，他爸爸呢是大学的教授，我们的家庭你也知道啊。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法官不挺好的吗？丫头还嫌弃了？喂，谁啊？是我。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方法官，原来的那3位证人，明天都不回来了。本来他们做好了辞职的打算，但公司暗示他们走可以，但不会配合之后，他们的求职被调，他们怕在这一行再也干不下去了。如果你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那公司就是违法行为啊！算了吧，我能理解他们，我也不想别人为我牺牲。你很勇敢，可是勇敢有什么用呢？太难了。想要改变偏见，怎么就这么难呢？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明天还要开庭，快早点休息吧，啊！他们不来，我是不是一定会输？所有跟案情相关的，我不能跟你有任何透露。但是李芳年，你要相信法律。好了，早点休息吧，啊！一心上班啊？啊，阿姨早。哎，阿燕送你一趟啊？周易安。哎呦，腰又开始疼了。于婷找我根本不是为了我处分的事情，她根本都不知道。哦。除了圆圆以外，你是我来荣州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我不希望你误会。既然你把我都当朋友呢，那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啊。你说呀。这个你在最高法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来我们荣州的基层法院？想入额做法官，就要有基层工作的经验。这北京也有基层法院。对呀，我也想留在北京的基层法院啊。来荣州是于婷的安排，一来呢给法院增加审判力量，二来呢我离开那个熟悉的环境，我可能会进步得更快。就这么简单。你笑什么呀？你不信啊？没有啊。你知道吗？大家一直以为你是我师傅的竞争对手。我和方庭长。这张院长马上就要退了，大家都以为我师傅要接他的班。这个时候呢，你从最高法空降到立案庭，你说大家会怎么想嘞？怎么可能啊！我连法官都不是。可你是正科呀，
级别比我师傅高。再说了，你也是法律世家出身。所以我刚才所有的解释，你还是不信？啊不，那个我信吧。啊，哎，我发现你很喜欢这个兔子。这个吗？人家有名字叫兔哈哈。说说吧，你这个什么兔哈哈哈哈兔，到底有什么样的讲究？没什么讲究，就单纯喜欢它的名字。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打击，只要还能像它一样，哈哈2声，日子就不会过得太糟了。挺好，都挺好。哎，早上好啊，陆法官。哦，福祥那边刚刚提交了一份证据。证据？什么证据？喂。喂，你好，是我，法院的周一安。周法官你好，有什么事吗？哎，你现在有空吗？如果您是要了解案情的话，麻烦您联系一下徐律师吧。啊，不是，我想请你来听一场庭审，别的案子。别的庭审？哎，对，别的案子。苏苏，李芳宁的案子开庭之前，你去门口接一下默默进来。什么意思？你让他听什么庭审？我想给他一个说实话的机会。妈，我女儿被人欺负了，我不可能不去。兴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的规定，今天在这里公开审理原告李芳宁诉被告全志鹏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现在开庭。依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目录上的顺序，首先由原告就自己的诉讼请求进行举证。在对方给你发这些让你感到被冒犯的信息时，你有没有跟对方提出过异议？没有。你既然不喜欢这种交流方式，为什么不告诉他呢？我怕影响同事之间的关系，怕他们觉得我矫情，排挤我。那你为什么现在不怕了？这么多年都不说，偏偏现在这个时候说，你有什么目的啊？注意法庭纪律。是因为我不想再忍了，我一忍再忍换来的是什么？不是尊重，而是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我现在就想告诉那些人，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有权利不高兴，我都有权利不愿意。不是我太敏感，是他们太随便。下面传证人梅纯如。原告，你方申请的3名证人到了吗？没到。开庭前，原告你已经申请了证人出庭，今天证人为什么不能到庭？本来他们答应要来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改变了主意。
下面由被告进行举证。传证人倪亮出庭。我已清楚证人的权利以及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证人倪亮，你与原被告是什么关系？我是被告权志鹏及原告李芳宁的直属上司。请证人如实陈述你所知道的事实。拍背事件发生1周之前，总公司决定销售二部的总监将会从李芳宁和权志鹏2人当中产生。通过总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提供的微信截图记录可以看出，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这个就是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提供的微信截图记录。那我们可以看到，李芳宁小姐已经知道销售二部的总监不是自己，就是权志鹏之后的1周发生了拍背事件。非常明显，李芳宁是想利用法律的手段来打压权志鹏。原告，证人提供的证据是否属实？属实，但这和本案无关。法官还想补充一点，李芳宁小姐，她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她都是一个不太检点的女人。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我女儿怎么不检点了？你拿出证据来！安静，请旁听人员注意法庭纪律。我请你说的再清楚一点，我哪里不检点？法官，我们公司的客户都是高净值人群。李芳宁小姐在公司任职的5年期间，不止一个客户曾经向我反映过，她都有不太体面的言语和举止。他撒谎，事实正相反。有一次是我被客户骚扰，我向他反映，是他要我息事宁人。他还说做销售工作的，难免会出现这种情况。李芳宁小姐，这里是法庭，不要激动，请举证。原告，请你控制情绪，你先坐下。你说曾经因为类似的事情向你的主管反映过，那么有没有当时的谈话记录或者录音？没有。证人倪亮，你说李芳宁在公司期间曾不止有一个客户向你反映，说他有不太体面的语言和举止，你有相关记录吗？审判员，因为这些涉及到客户的隐私，我们是不可能记录的。证人还有什么要说的？法官，公司知道了2位员工的矛盾之后十分重视，且我们公司一向是遵守法纪的，除了努力服务客户的同时，也在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那么在这个事件上，我们的态度十分明确，对工作当中怀有私人目的和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的员工，一律零容忍。请证人退庭。经原告申请，迎盛鼎公司工作人员尤小果、梅纯如、陈轩在庭前就有关事实到本院接受了调查询问，请书记员展示证据。法官，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词，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我们都是，我们愿意给李芳宁作证。请注意法庭纪律。审判长，证人出庭的阶段已经结束了。现在仍然属于举证质证环节，且证人出庭作证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允许作证，反对无效。凭什么呀？该他们作证的时候不作证，这会儿出来这算什么呀？是啊，这算什么呀？凭什么呀？听法官的还是听你们的呀？安静。现在请证人如实陈述你们所知道的事实。我可以证明，上次关车门，全志鹏的确说了带颜色的话。全志鹏和宁姐经常有肢体上的接触，他总是故意靠近。宁姐有时候想躲远点儿，他却故意装无辜。全志鹏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平常经常对女同事动手动脚的，我们都躲着他。他这次摸宁姐的背，绝对是故意的。宁姐的事情发生之后，公司又下了封口令，不允许我们对这件事情发表任何看法，否则就让我们走人。我们本来也害怕来作证，因为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这么乌烟瘴气的公司，我也干不下去了。我的脸型不适合长发，可是你总非让我留起来，而且不让我扎头发，说要有女人味儿，客户才喜欢。有一次客户半夜叫我去他们家签合同，我害怕就没敢去。第二天告诉倪总，倪总反而说我丢了客户，把我骂了一顿，说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是很害怕，但是我要给宁姐讨一个公道。我相信法律会保护她，也会保护我们的。哎，这人有点眼熟哎。本案经合议庭评议，一致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谐的价值目标和友善的公民基本道德，同事之间互帮互助、互相尊重，是良好职场风气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职场交往中，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李芳宁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以及梅纯如、刘小果、陈轩等3名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全志鹏在上班期间、工作场所多次采用语言挑逗，趁对方不备，触摸背部、裸露部位等方法骚扰李芳宁，对其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造成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0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之规定，现判决如下：全体起立。现被告全志鹏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3日内，公开在《荣州晚报》个人微博账号刊登致歉声明，向原告李芳宁赔礼道歉。之前内容需经本院审定。本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全志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南省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完毕，闭庭。谢谢法官。
哎，方法官您好，我是法理报的记者，请问这次为什么会判原告上诉呢？请问这一类案件有什么难点呢？那根据它的这个民法典，它有什么依据呢？这次案件对于今后类似案件的借鉴意义是什么？各位，我们法院将召开人格权典型案例的发布会，欢迎大家的到来，届时大家所有的疑问都能得到解答。好，各位，咱们发布会见啊！好，谢谢各位。多一点，透露一点。具体的时间，林姐，看西，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谢谢，谢谢你们今天能来。不行。谢谢你，叶欣。没有你，我熬不到今天。祝贺你！这不仅仅是你自己的胜利，更是公平正义的胜利。方婷，真的太解气了。哎，这么说也不对啊。我们法官办案是理性的，不存在什么解气问题。那我换个说法，太有成就感了。如果这3个证人不到场的话，这案子您能判下来吗？也是有一定的把握的，因为证人的证词我们在开庭前就有笔录，所以小叶你记着啊，像这种案子，如果证人愿意出庭作证，那么很多法官往往就容易忽略庭前调查、固定证据，因为人情世故是说变就变的，一定要做好笔录，有备无患。明白了。哎呀，不用记了，脑子记住更重要。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方婷，我先走了。王姐，哎，考考你，今天方婷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专门提到了民法典的第几条？第1010条。为什么要提这条？反性骚扰入典是立法的一大亮点。王姐，还有什么要考我的吗？没有啦，你确实是行走的法条，行了吧？李芳宁的案子出手了，开心吧？他胜诉了，我当然开心了。我也挺开心的，希望他真的案件释了啊。王姐，你还生我气吗？气啊！哼，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把法条背得那么熟，搞得我们老年人很有压力的，好吧？跟你开玩笑的。但说真的，就法理而言啊，你们现在年轻人真不错，佩服。哪有啊，王姐，你也比我大不了几岁啊。但这结了婚生了孩子，心态变了，这里有点跟不上。说实话啊，在法院我工作了20多年，经验呢是有点的，但是李芳宁这个案子啊，给我触动挺大的。按照以前的老观念，像这样的情况，息事宁人可能是对当事人最好的保护。可现在的法律环境变了，大家的法治观念也强了。我再按照老方法办案的话，就办不好案子了。还是要学习，跟你们这些年轻人学习。是我们要向您学习，学习经验呀。商业互吹嘛，搞得浑身鸡皮疙瘩呀。一心，怎么了？我之前老说你，你别在意啊。你对我也没往心里去的，谁也别嫌弃谁。继续带我们老年人一起玩耍呗，好不好？不好呀呀呀呀！魏魏，拿把椅子。不用了，不用了，谢谢。
周法官，您有什么事儿吗？喝吗？不喝了，谢谢。默默，这个案子呢，我建议你还是调了吧。要不您还是找徐律师吧，我今天有事儿就先走了。一定要我说的很明白吗？现在我还能帮你，你要是走了的话，我可什么都做不了。今天早上，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富祥那边的证据。什么证据？薇薇，你把莫小姐的问询记录给我拿过来。周法官，根据你的叙述，那晚福祥喝醉了，你把福祥送到小区楼下后，对司机表示希望由他送福祥上楼，是吗？是的。但是司机却以董秘书要用车为由，拒绝了你。你确定吗？确定啊。莫秘书，我来送福总上去。不用不用，您赶紧回去休息吧。你一个女孩子扶不动福总的。你太小看我了，我还有个紧急工作要问福总呢。您先回去吧，没事的。福祥的行车记录仪里有录音的功能。今天早上司机去保修的时候，意外发现了这段录音。默默，当初你可没有跟我说实话，为什么？我要是你的话，我也觉得很丢脸，我会哭。周法官，你这么纯情呢？我没什么好哭的，再来一次的话，我还是会这么做。那跟我说说，看能不能让我也开开窍。周法官，我上了16年的学，曾经也是985的优秀毕业生。我每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就是为了早点升职加薪。可是我在公司每天做的都是无足轻重的工作，没有人看得到我的努力。可后来我想明白了，低头工作是没有用的，想要往上走，就得找对人，得下对功夫。可是福祥已经结婚了，他现在的女儿比你小不了几岁，你觉得你这样合适吗？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那我能怎么办呢？你知道我现在多大了吗？我现在一无所有，还丢了工作，我现在只能身边有谁我就抓着谁。福总的上一任女秘书，30岁后生完孩子就去了后勤部，不就是被孩子拖累了吗？没法加班，没法出差，她在公司一点存在感都没有。我不想像她那样的生活，我还要好好工作，我还要实现我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的人生价值，一定要靠歪门邪道吗？在你那儿是歪门邪道，在我这儿，这就是现实。那是你的现实，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像你这么想。周法官，咱们都是成年人了，何必那么幼稚呢？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带你来看李芳宁的庭审吗？想给我上一课是吧？你错了。李芳宁在控诉男同志对她性骚扰期间，她丢了工作，经受网络暴力，就连她妈妈都嫌弃她不理她。她的现实比你残酷得多，你知道为什么吗？不需要知道。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用错误的方式为自己谋利益，所以大众才会对女性有越来越多的误解。
周法官，这是跟我当事人聊什么呢？不好意思啊，莫小姐，来晚了。周法官，您可能忘了，我是莫小姐的特别授权人，以后有什么事情，最好先跟我沟通。谢谢。莫小姐，我们走吧。不用了，我想撤诉。莫小姐，你不要害怕有什么新证据出现，就算是有，是真是假还不一定，而且我们可以去申请。我知道你说什么，但是我已经决定了。周法官，但我有个要求，我想见一下副总。副总，默默说他要撤诉，希望和您谈一下。没什么好谈的吧？副总的态度和之前一样，开除的时候已经给过他赔偿了。我不是为了要赔偿，我今天来就是想弄清楚一件事情。副总，您能转过身来吗？您是喜欢我的，对吗？是您录取了我，让我这个毫无经验的毕业生做了您的行政秘书。在我犯错的时候，你没有批评我，而是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这些都不算的话，那您带我出去应酬的时候，客户灌我酒，您都会为我挡了。这是为什么？你从来不会为别的女员工做这些事情。这就证明了你喜欢我，对吗？你为什么不敢承认呢？我的确很喜欢你，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默默，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跟我女儿很像。你们好。你们都是水瓶座，都喜欢唐老鸭。我录取你，是我想着我女儿大学毕业以后也需要一个工作的机会。我不骂你，是我想着我女儿在工作中也会犯错误，也需要一个改正的机会。我替你挡酒，是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女儿在餐桌上被一帮男人灌酒。我不希望别人对我女儿做的，我也不希望别人这么对你，仅此而已。你少骗人了好吗？我说的都是实话。默默，你还年轻，以后还有好多路要走，好好的往前走吧。朱法官，谢谢。如果没有你，这个案子会毁了我，更会毁了他。这就是我的工作。天底下少一些仇恨和隔阂，多一些温暖和理解，这不更好吗？魏魏，那其实还有个问题我没有弄明白啊。什么问题？
那我觉得吧，这默默请不起徐天做代理律师，而且徐天自己也很明白，以现在有的证据啊，默默也许会输。而且默默要撤诉的时候，他还拦着。会不会是因为职场性骚扰是热点关注，所以他就想借这个案子出风头？不对，这以他的履历啊，也不需要出这个风头呀。是，莫小姐执意要撤诉。行，那我知道了。吴女士，你的离婚诉讼打算什么时候启动啊？我再考虑一下吧。根据今年刚刚实行的民法典，具体规定了性骚扰的定性，是属于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范畴。那么在具体到法条的位置，是在生命健康权之前。其实这种体系安排已经说明，性骚扰侵害的是人格权，既可能是属于身体性权利，也可以属于精神性权利。民法典将受害者笼统规定为他人，这就同时包含了男性和女性。这也是我国首次承认，男性和女性都有免于性骚扰的权利，同时也验证了现实中男性也容易被性骚扰而无法得到正常保护的一个现状。另外，民法典还规定，对于性骚扰行为，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职场性骚扰事件这2年并不少见，但很多案件都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无疾而终。此次原告胜诉，是否是因为法院感受到了网络舆情和媒体舆论的压力呢？要不我来说说？你来说。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所以呢，今天也想借着您这个问题啊，我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作为一名基层法官的心里话。这个李某某案啊，刚开始在网上发酵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网民啊，在舆论上骂法院，骂我们法官，说我们不作为，说我们和稀泥。那么舆论监督当然必要，甚至我们是非常希望网友、媒体行使这个监督的职能，给我们挑毛病，是吧？对我们工作呢来讲，这是一种鞭策。当然，借这个机会，我也特别想说，当我们工作调解还不错的时候，各位媒体朋友是不是也应该对我们适当的鼓励鼓励、表扬表扬？我们的态度是，我们欢迎舆论监督，但不能也不会接受舆论审判，因为这恰恰破坏了我们整个司法的权威性。我们希望啊，咱们所有的媒体、社会各界能够对我们所有的法律工作者更有信心。我们呢，不管多难，我们都会让公平公正在每一个案件中得到回响。希望未来我们大家能一起见证中国新时代司法改革的新成就。说得不错，尤其是最后一段。我也是临时起意，瞎说两句。哎，你可以展开一下，写篇文章。好。谢谢。哎呀，刚才老钟找你说什么了？处分的事儿，见面谈话。不错了，算是手下留情了，将来也不影响你入额，以后长点教训吧。方厅长，我想求您件事儿。小叶，别想了，啊，到了这个时候，不要再去争论，也不要再去说，没意义了。以后再说吧。不是这个事儿，
我是想问您，能不能收我当徒弟？啊？没事儿，我知道，我来这儿时间短，提出这种要求挺唐突的，您就当我没说过吧。不，这事儿可以呀。真的吗？啊，是。但是你得给我一个理由啊！你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拜我当师傅啊？您刚才在台上说的那番话，我真的特别感动。有很多事儿我一直想不清楚，也不明白，但从您说的话里，我找到了答案。让你这么一说，我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那您是同意了？同意了，师傅。那我就再跟您说件事儿。你说。我听说啊，前段时间呢，您以为我从最高法调过来，是要抢您的位置？胡说八道！不，这谁跟你说的？这肯定这是小朋友，这完全不可能嘛！我就说不可能嘛。但如果您真的把我当假想敌，您还能待我这么好，那只能说您是真君子。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哎呀！好，我也努力，好吧？那就这么定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师傅，走。是师傅。一会儿我要去中院开个会，所以你们俩把这个调解分头联系一下。好。方厅长。哎，小欧，什么事儿啊？您被投诉了。被投诉了？哪个案子？一宗离婚案，当事人呢叫蔡丽，你还记得吗？我记得。这个案子已经审判生效了呀，而且当时双方也没再上诉，怎么现在又投诉我了？而且这回啊是2个人一起投诉的。这男方说啊，你剥夺了他的上诉权。不可能，他当时递交过来的上诉状是空的，我还打电话催过他，让他重新递交。结果过了上诉期，他都没交过来。那你们跟当事人说了吗？当然啊，我这里有聊天记录的。哦。哎，那女方怎么说啊？女方说啊，因为男方不服从判决，把孩子给抢了，不让他见。那这跟我们法官有什么关系啊？让他申请执行不就完了吗？王姐，我就是过来，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哎，对了，方厅长，这对夫妻当时打这个官司是争过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对吧？没错，这案子我记得非常清楚啊。他们俩呢，为了争夺孩子抚养权吵得很厉害，但是这2个人的抚养条件他各有利弊，所以呢，我就把孩子叫到一边，我问了孩子的情况，我问他愿意跟着谁，这孩子斩钉截铁跟我说就想跟着他妈妈，所以最终才把这孩子判给了蔡丽嘛。